试想一下，你准备花180几万新台币入手一台豪华小休旅小型 SUV， 但你各位有没有想过？BMW X1、奥迪 Q3、M-Band ZLA 这3台热门车，很有可能你才开个几个月就后悔，觉得自己根本当了冤大头，买贵又吃亏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直接把2025和2026年的新旧款拿来做一场正对决，看完你就会知道到底哪一台会让你越开越后悔，保证让你不踩雷。今天的主角就是豪华小休旅的3大霸王 BMW X1、奥迪 Q3， 还有宾士的 GLA。在台湾市区开车，日常通勤、假日跑山路，或是出门远游，大家的首选绝对就是这3台。车身尺码小巧，品牌够体面，实用性也都在线，完全完美适应台湾狭窄的巷弄跟超难停的车位。2026年这3台车都迎来了小改款，不仅科技配备升级，部分车型的动力也有微调，所以我也会顺便帮大家对比2025旧款跟2026新款到底差在哪里，旧款现在还值不值得入手，外观、内装、动力、油耗、安全配备，还有目前的车价行情，我全部一次帮你横向评比到底。我们直接上路实测，看看到底谁才是这个集聚的真王者。首先，我们就从外观颜值还有车身尺码开始比对起。这3台都是中小型豪华休旅 C segment SUV， 车身尺码都不会太大，非常适合台湾狭窄的街道，还有机械式立体停车场。不过，这3台车的气场跟风格完全不同，各有各的拥护者。BMW X1， 先来聊聊2026年式的 BMW X1。车身尺码换算成台湾常用的公分，车长449公分，车宽184公分，车高164公分，轴距则是269公分2026。新款X1保留了 BMW 经典的双肾型水箱护罩，但尺寸变得更大，线条更锐利，改掉了以往比较圆润的风格，搭配上纤细的 LED 头灯，整体视觉感受更利落，更有运动感。车侧线条干净利落，没有多余繁杂的修饰。轮拱造型非常立体霸气，原厂标配18寸铝圈，顶规车型还可以升级到20寸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。车尾采用环绕式的 L 型尾灯，搭配抬高的车身姿态，整台车不管是开在路上还是停在路边都很有张力。2026年的小改款还新增了专属车色，包含深邃蓝、金属灰等质感配色，全车 LED 灯组也直接升级成标配。对比台湾目前在售的2025旧款X1，车身尺码完全没变，唯独优化了水箱护罩的造型，看起来更凶悍。更年轻，改掉了旧款偏向温和的商务感。奥迪 Q3， 再来是这次变化最大，甚至可以说是半全新升级的2026年式奥迪 Q3， 尺寸同样换算成公分，车长452公分，车宽185公分，车高162公分，轴距维持268公分。相比台湾现行的2025款，新款足足加长了4公分，加宽了2.5公分，车身变得更宽更低稳，高速行驶或跑山路时的贴地感会好非常多。车头搭载奥迪标志性的超大单体式水箱护罩，气场十足，搭配更狭长的 LED 头灯，最吸睛的就是夜间可以点亮的4环 logo， 辨识度直接拉满。这绝对是台湾车友最爱的配备。车侧腰线凌厉立体，肌肉感十足，车尾的贯穿式尾灯是当下最流行的科技设计，晚上点亮后的质感直接碾压同级对手。轮圈一样是18寸起跳，最高可选配到20寸。重点来了，2026款直接把 S-Line 运动化套件列为全车标配，运动化前后保杆专属空力套件通通不用加价选配。外观的精致度跟运动感直接大升级，而且它不止外观变好看，底盘平台也经过微调。根据台湾目前的实测反馈，新款 Q3 的操控稳定性跟过弯支撑性都比2025旧款提升了不少。Mercedes-Benz GLA， 最后是体型最小、最适合市区代步的2026年式 Mercedes-Benz GLA。车身尺码，车长441公分，不含后视镜，车宽183公分，车高161公分，但轴距却是3台车里最长的272公分。GLA 是这3台里面车身最紧凑、最好停车的。外观走的是圆润优雅的轻奢路线，单栅式钻石水箱护罩搭配纤细的 LED 头灯，没有过多硬朗的线条，整体偏向温柔的 crossover。跨界风格不像传统 SUV 那么粗犷，车侧线条柔和细腻，车尾采用横向式尾灯设计，在视觉上拉宽了车身比例，看起来更稳重。2026新款主要升级了轮圈样式，新增了黑色涂装的20寸多辐式铝圈，质感更好，但整体的车身尺码跟外观轮廓跟台湾在售的2025款几乎一模一样，没有太大的变动。3车外观总结，3台车停在一起对比，差别一目了然。
BMW X1 运动感最强，最带有操控气场；奥迪 Q3 科技感最足，造型最凶悍，也最前卫； M Benz Galal A 最秀气，最百搭，市区代步开起来最没有压力。不过也因为新款 Q3 的车身变大了，在台北或台中这种极端的小巷弄或是老旧的机械式停车场，灵活性会稍微差一点点，反而是体型最小的 GLA 钻小巷，停小车位最轻松。对新手驾驶或女生来说最友善。最后聊车色的选择，3台车的基础色都有黑白、银这类百搭的大众色。BMW 的优势在于有磨砂纯灰等特殊的消光色系，质感独一无二。奥迪主打亮眼的专属运动红，在路上辨识度超高。宾士的顶规车型则有星空纹理的涂装，轻奢氛围直接拉满，完全可以对应不同族群的审美需求。看完外观，我们马上进到内饰、空间与配备。车子外观是给别人看的，内饰、座椅、空间才是你每天自己在用的。这一段超级关键，差一点点，长期开车的舒适度就差非常多。先讲2026 BMW X1 内饰空间。X1 的内饰走的是宝马一贯的简约干练风格，没有多余花哨设计，主打驾驶者本位。全车搭载无框曲面双联萤幕，仪表板 10.25 寸，中控触控萤幕 10.7 寸，整合成一整块超大曲面面板，视野干净。科技感很到位。2026小改款在台湾配备变得更良心，无线手机充电，更聪明的语音控制全部升级标配。座椅部分，台湾入门车型标配高级仿皮，高阶版本可以升级真皮专属运动座椅，支撑性、包覆性都很优秀。空间我直接换算成大家有感的数据，前排头部、腿部空间非常宽裕，就算180公分的男生坐进去也不会压抑。后座头部空间、腿部空间在3台里面属于中上水准。重点是 X1 的置物装载能力最强，后座未倾倒状态下，后备箱容积728公升，后座放倒直接来到1620公升。不管是买菜、载行李、露营装备、脚踏车、搬家纸箱，它的承载量是3台里面最实用的。内饰用料上，全车金属饰板，对比色缝线质感细腻，冷气保留实体按键，开车盲操作超级方便，不用在荧幕里面点点找功能，非常适合日常通勤。和2025旧款相比，2026新款最大升级是全新手机数位钥匙，不用带实体车钥匙，手机就能解锁启动车辆，便利性大幅提升。接下来是进步最夸张的2026奥迪 Q3 内饰。这一代 Q3 根本是小改款大升级，内饰直接换新格局，仪表板升级 11.9 寸全景虚拟座舱，中控更是给到 12.9 寸超大触控萤幕，解析度、流畅度都比旧款翻倍，而且搭载全新安卓车机系统，内建应用商店，功能性、延展性吊打2025旧款。这边特别讲一个台湾和美版、欧版的差异，美版 Q3 全车标配真皮座椅，欧版偏运动硬调，而台湾引进的版本是舒适取向调校，座椅更软，支撑更均衡，长途开车不容易腰酸背痛。空间表现部分受惠于2026新款车身放大，车内空间小幅升级。最加分的是后座前后滑移，靠背角度可调，载人载物弹性超高，对后座乘客非常友好。后备箱常规容积680公升，最大扩充1523公升，比2025旧款更好用。内饰细节质感拉满，保留实体音量旋钮，方向盘拨杆式灯光雨刷控制，操作更直觉更稳定。全车标配30色氛围灯，台湾版升级木质饰板，取代旧款铝饰，质感更高级更稳重。车门大面积软质皮质包覆，用料相比2025旧款是越级提升，科技感精致度直接成为3台天花板。最后是主打质感的2026 Mercedes Glass。奔驰的氛围感真的没得挑，全车双 10.25 寸连体萤幕，搭配经典的黑 Mercedes 语音声控，不用动手就能控制车内功能，操作便利性很高。座椅标配 M-Box 高级仿皮，全车电动可调，高阶车型可以升级真皮材质，坐感柔软，偏舒适取向。空间方面有个很神奇的亮点 ，Glass 是3台里面车身最小的，但轴距最长，也因此它的后座腿部空间意外宽敞，是3台里面后座坐起来最舒展的，很适合常常载家人、载小朋友的车主。不过它有个致命短板，后备箱最小，常规后备箱只有436公升，最大展开1430公升。不管是日常买菜囤货、露营载装备，都比 X1、Q3 局促不少，实用性稍弱。内饰氛围依旧是奔驰强项，仪表台发光饰板，高阶车型64色氛围灯，全景天窗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2026新款和2025旧款差异不大，主要新增碳纤维内饰饰板可选，质感更运动。内饰空间总结一句话帮大家选明白。科技感、精致度第一名，选奥迪 Q3 2026，新萤幕、新车机、新用料，完全换代体验。
实用主义，载物为王，好开耐用，选宝马 X1，操作直觉，置物空间最大，家用最全能，颜值氛围，后座乘坐舒适，选奔驰 GLA， 但要接受它后备箱偏小的短板，身高比较高的乘客坐 GLA 后座最舒服，但如果你常常搬家、露营、载大件物品 ，X1 的空间优势是无可取代的。接下来进到大家最在意的动力、操控、加速表现这一段，直接决定这台车好不好开，有没有驾驶乐趣。首先是2026款宝马 X1 XD Drive 28i， 搭载 2.0 升涡轮增压4缸引擎，最大马力241匹，峰值扭力295磅英尺，搭配7速双离合器自排变速箱，而且全车标配4轮驱动，0到60英里加速只需 6.2 秒，极速可达每小时130英里。日常开油门非常轻快，动力输出很线性，不会暴躁突兀，想要热血也有运动模式，换挡反应更快。2026款的动力数据和2025款完全一致，主要只是微调油耗效率，让市区代步更省油。如果往上升级高阶 M35 版本，马力直接暴涨到312匹，0到60英里加速只要 5.2 秒，性能非常猛。不过今天为了公平对比，我们一律以入门主力版本为准。再来是进步幅度最大的2026款奥迪 Q3。2.0 升涡轮增压4缸引擎经过重新调校，美规版本能输出255匹马力，273磅英尺扭力，对比2025旧款的228匹马力，251磅英尺扭力，动力提升非常明显。重点大改，旧款8速自排变速箱全面换成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，一样标配 Quattro 4轮驱动。欧洲规格0到60英里加速 5.5 秒，美规约 5.7 秒，极速同样来到每小时130英里。新款起步更轻快，动态模式下的方向盘手感更精准，底盘调校更运动，过弯侧倾抑制更好，山路开起来稳定性、灵活度都完胜2025旧款。可以说2026 Q3 最大的升级就是动力更强，换挡速度更快，操控更好玩。最后是2026款奔驰 GLA， 同样搭载 2.0 升4缸涡轮增压引擎，搭配轻油电系统，最大马力221匹，峰值扭力258磅英尺，搭载8速双离合器变速箱，入门标配前轮驱动，加价约2000元美金，可以升级4轮驱动。0到60英里加速 6.8 秒，是3台里面最慢的，极速一样限制在每小时130英里。轻油电的优势是起步更平顺，低速扭力辅助更舒服，但整体动力输出偏温和，没有运动爆发力。2026款和2025款动力数据完全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上调，只新增了运动刹车套件可以选配。讲完数据，直接讲台湾真实路面体感，山路弯道最多，最好玩的绝对是新款奥迪 Q3， 加速直接，动态灵活。宝马 X1 最均衡，好开稳，不挑路况，代步跑山都合适。奔驰 GLA 完全舒适取向，平顺好坐，但加速爆发力明显偏弱，适合温柔代步。另外，很多台湾车主在意的拖曳能力，奥迪 Q3 最大拖曳重量4630磅，宝马 X1 和奔驰 GLA 都是3500磅。Q3 户外露营拖挂装备的实用性更高。最后总结动力特性，宝马295磅英尺的扭力爆发很早，市区超车汇入车流超级轻松。奥迪273磅英尺扭力略低，但马力最大，高速再加速后劲最足。奔驰258磅英尺够用，好开，但完全没有激情，主打舒适耐用。接下来讲大家最有感、最务实的油耗表现。毕竟油价长期居高不下，一台车省不省油，长期下来价差非常夸张。先看宝马 X1 XD Drive 28i 的油耗数据。根据2025年度美国环保署测试数据，它的市区油耗为每加仑25英里，高速油耗每加仑34英里，综合油耗每加仑28英里。2026新款经过细部调校，优化传动效率，油耗表现和2025旧款差不多，甚至还会再稍微省油一点点。以台湾真实路况来说，跑高速长途巡航，实际平均油耗甚至可以达到每加仑30英里左右，表现非常稳定。再来是3台里面最耗油的奥迪 Q3。2025旧款数据非常普通，市区每加仑21英里，高速每加仑28英里，综合每加仑23英里。2026新款换上全新7速双离合变速箱，加上整车效率优化，油耗有小幅进步。升级后市区油耗提升至每加仑22英里，高速油耗提升至每加仑29英里。即便有进步，它依旧是3台里面最吃油的，尤其台湾市区走走停停的路况，油耗差距会非常明显，长期养车成本更高。最后是油耗表现最亮眼的奔驰 GLA， 直接拿下同级最省油称号。前轮驱动版本数据超优秀，市区每加仑26英里，高速每加仑34英里，综合每加仑29英里。就算你加价升级4轮驱动版本，油耗也只是小幅下降，市区每加仑25英里，高速每加仑33英里，综合每加仑28英里。靠轻油电系统的辅助，奔驰在低速滑行、起步怠速的能耗控制非常到位，也是3台车当中
唯一长期开能帮你省下不少油钱的车，以台湾真实用车场景总结。如果你大多跑高速国道，3台车的油耗差距其实不大，但如果是市区通勤为主，奔驰平均每加仑会比奥迪多跑2到3英里，长期下来油钱差距非常有感，整体油耗排序很清晰，奔驰 GLA 最省油，宝马 X1 居中，奥迪 Q3 油耗最高。看完油耗，我们接着看买车最重要的关键，也就是安全配备。这3台车的基础安全性都非常顶，通通过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测试，拿下5星最高安全评级。车身刚性和基础防护都不用太担心。先讲宝马 X1， 全车标配自动紧急刹车、车道偏离警示、盲点侦测、后方车流警示，基础主动安全配置给得很完整。2026新款还额外升级多项主动辅助功能，新增闪避转向辅助，遇到突发状况能帮忙修正方向盘避险。另外也可以加价选配自适应巡航，高速车道维持辅助，长途开高速更轻松更安全。再来是奥迪 Q3， 安全配置水准和宝马不相上下，标配自适应巡航、行人侦测紧急刹车、车道维持辅助、360度环景影像则为选配。2026新款最大的进步就是升级了全新的感应晶片组，辅助驾驶系统的侦测更精准，动作更细腻，不会像旧款那样生硬顿挫，辅助介入的手感更自然更好上手。最后是奔驰 GLA， 标配主动刹车辅助、盲点侦测系统，基础防护同样齐全。另外可以加价选装高阶驾驶辅助套件，内含主动转向辅助、后方车流刹车辅助等进阶功能。奔驰有一个独门亮点，就是 Pre-Safe 主动安全防护系统。当车辆预判即将发生碰撞时，会提前主动收紧安全带，调整座椅姿态，提前保护车内乘客，细节防护做得非常贴心。整体总结一下3台车的安全表现，三者基础安全实力都很扎实，没有明显短板。最大差异在于新版奥迪的电子感应系统更先进，辅助驾驶的介入逻辑更顺滑，更贴近人手操控的质感，日常行驶的安全感和舒适度会更好。最后我们来讲最现实最伤钱包的环节，售价、配备价差、养车成本。先讲2026款宝马 X1 xDrive 28i，美版入门售价42800美金，如果再加高级套件、大尺寸铝圈等选配，整车落地轻轻松松来到48000美金。选配多一点，价格很容易往上冲。再来是2026款奥迪 Q3， 因为全车内外大改款，配备全面升级，新车价格比2025旧款小幅上涨。2025旧款基础售价41000美金，2026新款入门来到43000美金。如果选配拉满，配到顶规，价格直接突破5万美金，是3台顶配里面最贵的。最后是2026款奔驰 GLA 前轮驱动版本，入门价只要41500美金，是3台里面入手门槛最低最亲民的。如果你想要跟另外2台一样的4轮驱动版本，只需要再加2000美金就能升级。整体来看，3台选配到中高阶版本，价格都会落在45000美金上下，售价区间其实高度重叠，算是同级直接肉搏竞争。接着讲大家很在意的保固与保养福利，3台车统一都是4年或者5万英里的原厂保固，其中宝马和奥迪非常贴心，原厂有附赠部分免费保养项目，能省下不少基础养车费用。反观奔驰完全没有附赠保养，后续回厂保养全部要自费，长期养车成本更高。最后做一个性价比总结。以入手门槛来说，奔驰 GLA 最便宜最好入门，适合预算刚好卡在豪华入门的车主。但如果你想要最新底盘、最新车机、最新安全科技，奥迪2026款的大幅升级完全对得起它的涨价幅度，科技质感是3台最新的。最后我们来讲底盘质感、行路表现、操控手感，这是你上路之后每天感受最明显、差异最大的地方。首先是2026宝马 X1， X1 维持宝马一贯的运动本色，方向盘反应非常快，非常灵敏，采用可变齿比转向，过弯精准度很高。底盘结构为前麦花臣，后多连杆悬吊，调校偏向扎实，抓地性优秀，过弯侧倾抑制非常到位，加上标配 XDrive 4轮驱动，整体路感偏硬朗，但不会过硬，不会颠簸难受，碎震处理得很干净。跑山路很有乐趣，日常代步又足够舒服。2026款和2025款底盘设定几乎一样，主打均衡、好开、有驾驶感，是3台里面最全能、最不挑路况的一台。再来是进步最明显的2026奥迪 Q3， 新款重新调校悬吊阻尼，大幅改善旧款弹跳多余晃动的问题。同样是前麦花臣，后多连杆结构，但阻尼质感更好，稳定性更高，可变转向手感更清晰。切入动态模式之后，方向盘会变重，操控更利落。美版以及
台湾贩售版本都偏向舒适，取向微调，不会太硬，搭配标配 Quattro 4轮驱动，抓地力非常稳。不论是烂路、坑洞、高速、弯道，整体稳定性都比2025旧款提升一大截，贴地感、灵活度都更强。最后是奔驰 Glad， 奔驰完全以舒适优先，同样是独立悬吊结构，前麦花尘，后多连杆，搭配轻量化速度感应方向盘。低速停车挪车超级轻，超好上手，高速行驶又会自动变稳，不会飘。整体悬吊设定最软，坑洞颠簸、路面杂音过滤最彻底，长途乘坐最不累。相对的，它的过弯侧倾也是3台里面最大的，操控乐趣比较平淡，可以选配4轮驱动提升抓地力，也可以选 AMG 运动套件稍微强化底盘，但整体调性还是偏舒适稳重。和2025款几乎没有差异。接着简单总结3台车的科技配备差异。科技感最强、画面最细腻的就是新款奥迪 Q3 10.25寸全数位仪表，搭配全新 MMI 触控主机，流畅度极高。标配无线苹果 CarPlay， 宝马则是曲面萤幕搭配 iDrive 系统，支援手机数位钥匙，便利性一流。奔驰双萤幕搭配 MBox 智慧语音，声控最好用最直觉，3台同样都支援无线 CarPlay， 日常使用都够水准。最后给大家最直白的购车总结，如果你想要最强动力、最新外观、最狂科技，山路最好开，直接选2026奥迪 Q3 255匹马力，同级最强，改款诚意满满。如果你想要最均衡、最全能，空间最大、最好养，代步跑山两相宜，宝马 X1 永远不会选错，241匹马力够用又好驾驭。如果你主打市区通勤省油、舒适豪华氛围，不在乎加速跟操控，奔驰 Glad 最适合你。221匹轻油电，最省、最好坐、最温柔，没有绝对的最强，只有最适合你的需求。选车前一定要亲自试驾，感受差异再下单。喜欢本次完整对比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后续更多新车实测、买车避坑影片，我们下次见。